谁不比谁是狗？看谁是条狗。我同意。新兵沦落荒岛，安全问题还没解决，张冲跟鲁岩就又较上劲儿了。而军师蒋小鱼直接给出了最有用的建议，分成两方阵营去想办法。最后谁能成功带着战友离开荒岛，谁赢。所有人都沉浸在较劲中，浑然不知后面的森林里正有一双眼睛偷偷地盯着他们。反观蒋小鱼，则是哪一边都没投靠，在海边坐等渔翁之利。被激起好胜心的张冲直接施展起了功夫，一个正蹬飞到树上，使劲一扒拉就掉下来一根树枝。没错，他想的办法就是造一个木筏子离开荒岛。作为张冲的小迷弟，阿甘看到这也按耐不住了，学习他的方法也跳上树，只可惜最后重重的摔到了地上。此时海边的展大鹏也说起了自己的顾虑，侦察大队会不会压根儿就不知道咱们船上？哎，你呀，就把心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。部队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丢了这么多兵，急的肯定是上面。大家注意，这里蒋小鱼的语气不仅不慌，反而镇定的吓人。要知道，他这个角色可是最贪生怕死的，而流落荒岛他也不是不慌，他是心里有数。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，所有新兵到齐后，蒋小鱼突然发现开船的老兵不见了。其实从那一刻起，蒋小鱼就已经猜得8、9不离十了。这次荒岛就是对他们的一次求生训练。从刚上岛，蒋小鱼的慌张到现在的悠闲自在，我认为蒋小鱼绝对是已经胸有成竹了。他现在心里想的就是不歇白不歇，正好可以不用训练。说着就要带着展大鹏去找点吃的，填饱肚子，然后再美美的睡一觉。而此时去森林里收集木头的张冲团队也满载而归，可木头倒是找了不少，怎么绑一块却成了问题。冲啊！我有个好主意，特别牛，赶紧说呀！兄弟们，咱把身上的衣服脱了，撕成布条子，拧成麻绳，不就可以扎筏子了吗？对呀，不是，哎，咱衣服都脱了，光腚回队里啊！啊，你这什么破招呢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阿甘被张冲收拾了一顿之后，脑子好像被打飞了，智力直线下降。这时鲁岩团队也自信满满归来，尤其是鲁岩一脸傲气地看着张冲，原来他成功找到了丢在海里的通讯设备，可刚准备发求救信号，是没电了。不可能啊！这种信号发射器电池容量特别大，充上一次电用个30、50天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咋了？不，你们赢了吗？正当所有人沮丧的时候，张冲扭头一看，好家伙，蒋小鱼化身青岛渔民，一下午的功夫就抓了数十条鱼，到了晚上直接开启了夜市。我就问你，游了一整天泳，一点饭没吃，你会饿成什么样？阿甘闻着味道就冲了上去。阿甘，咱这是海鲜自助大排档，80块钱一位，没钱可以赊账。蒋小鱼啊，大家可都是战友，你要我们80块钱，你至于吗你？虽然蒋小鱼黑心，但战友们还是斗不过肚子，纷纷赊账80，炫起了烤鱼。可唯独蒋小鱼给张冲和鲁岩免了单。一听免费，张冲那个大秃头拿着就猛嚼起来。可没想到吃一半了，蒋小鱼又讲起了条件。啥意思啊？啊，吃一半你要讲条件呢？咱没那么不厚道，我就是给你们提一点小要求。你有话就直说，别拐弯抹角。张冲，你那个筏子弄好了，给我留个好一点的位置。陆爷，你那通讯设备鼓捣明白了，也得先让我用用。蒋小鱼是真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仅仅2条鱼竟然想换这么多的好处。就这样，81位一共有19位战友赊账，蒋小鱼竟然在这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赚了1500块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蒋小鱼又注意到二货张冲竟然在发呆。蒋小鱼立马断定他是在想白天大巴车上的女兵。说什么玩意儿呢你？我没人，我这想他干什么玩意儿？瞎白话你。想也正常。但愿咱们明天就能回去，回去你就能见着他了。隔天一大早，张冲日思夜想的女兵就遇到了麻烦事。新来的女兵队长刚进宿舍就闻到了浓烈的酒味，打开乌云的水壶一闻，好家伙，这酒得有90多度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水壶里面装这么多白酒干什么吗？喝呀！这里是部队，是军营，不是饭店，也不是酒吧 KTV。对，要不说张冲能跟乌云配一对呢？你看看这2个人说话的样子，你说是龙凤胎我都相信。前脚酒壶刚被队长收走，后脚乌云就开始装病，闹到了医务室。医生检查一大圈都没发现任何毛病，可乌云却是吐个没完没了。可毕竟是在军营，开药有严格标准限制。你走不服也不算是病啊，我也不能随便给他开毒药。要不给我喝点酒吧，喝着酒我应该能舒服点。喝酒？
随后，副队长就拿着乌云的体检报告找到队长，表示乌云家族人的体质非常特殊，简单说就是他们家族人的肝脏可以特殊分解酒精，怎么喝都不会醉。反之，如果没有酒精摄入，肝脏反而会出现问题。眼看这位女兵这么特殊，队长也只能给她开了个后门，将酒壶拿了回去。这里我想问一下，部队里真的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？难得不用早起的男兵们此时还在海边呼呼大睡，突然蒋小鱼被直升机吵醒，所有人还以为是部队派来的救援飞机，纷纷高兴的手舞足蹈，但没想到直升机只是简单的路过，连往下看都没看一眼。众人见此也认为部队是真的把他们给忘了。大家别着急，既然有直升飞机飞过，那就说明我们这里离陆地并不是很遥远。那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赶紧想办法扎木筏啊！马明亮，你搞清楚，这扎木筏子是我们的事儿。能不能听我说两句？这山里边有的是油麻藤，弄些来做绳子，指定结实。要我说，你们早问蒋小鱼，筏子可能早就扎好了。蒋小鱼立马开始分配工作，可好强的张冲根本不服他，一群精兵悍将凭什么听一个黑心中介的指挥？就凭你们还欠着咱的账呢。对，你们肚子里都揣着咱的烤鱼和螃蟹。你们要是觉得我发号施令不合适，那你们就把吃进去的东西给我吐出来。蒋小鱼前期拿捏所有人的方法，就是先给他们好处，然后以此堵住他们的嘴。随后，所有人便钻到丛林来寻找藤蔓。展大鹏看见个果子就往嘴里塞，还好蒋小鱼及时出现。不能吃，为什么不能吃啊？这果子一看就有毒。接着，马明亮几人也终于找到水源，可戴飞突然回忆，这个地方已经路过好几次了。他清楚地记得之前是没有泉眼的，可由于口渴的不行，他也没想太多，几人趴下就喝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海边的木筏已经快要完工，所有人都等着戴飞几人回来就出发。可森林里突然的一声惨叫，直接打破了他们所有的美好幻想。怎么就你自己回来了？他们人呢？你那边叫唤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你找到水呢？水在哪儿呢？别着急，一个一个问。你先回答张冲的问题。你们4个人去找水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我们找到水源了，刚喝了2口水，就发现了一个什么呀？一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东西。